大连蛇岛上生存着2万条毒蛇，放2只野猪上去，能不能将其吃完？蛇作为自然界中最有名的冷血动物，哪怕是无毒蛇，都会让人们感到十分恐惧。然而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在我国的一个小岛上，生存着将近2万条毒蛇，只是想一想就让人头皮发麻。而这个小岛分布在我国的渤海地区，由于上面生存着的毒蛇数量实在是太多，所以也被称为大连蛇岛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们将2只野猪放在小岛上，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？相信有很多人都会十分好奇，为什么是将野猪放在小岛上，而不是其他动物呢？众所周知，近几年来，我国野猪的数量不断增加，甚至隐隐有了泛滥的趋势。由于它们的食性很杂，所以人们的庄稼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，因此野猪的泛滥问题总是让人们感到十分头疼。不过，在人们对野猪的研究中发现，它们的食谱中竟然出现了毒蛇的身影，这让人感到十分疑惑。为什么野猪不惧怕毒蛇，反而能将其当成食物看待呢？事实上，野猪不仅有着很强的战斗力，而且它们的身体素质非常强悍，平时所吃的食物也比较复杂，因此野猪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拥有了很强的消化能力。除此之外，野猪还有着十分强大的防御能力，它们的皮肤十分粗糙，毒蛇仅凭借着它们的毒牙是无法成功将毒液注射到野猪体内的。除此之外，人们还发现野猪的身体有着能够抵御毒蛇毒素的能力，哪怕是不慎被毒蛇叮咬，也能够通过自身的代谢能力安然无恙地活下去。大连蛇岛上毒蛇数量众多，那么2头野猪是否能够从中全身而退呢？野猪虽然有着很强的实力，但是大连蛇岛上的毒蛇数量却有着压倒性的优势。既然如此，那么野猪和毒蛇的战斗，究竟谁才能更胜一筹呢？实际上，这个设想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前提，那就是2只野猪的性别不能相同。毕竟蛇岛上的毒蛇数量如此之多，就算野猪是毒蛇的天敌，它们也无法吃下那么多毒蛇。而野猪作为杂食动物，虽然它们什么东西都吃，但是最喜欢的还是一些绿色植物。因此，这2头野猪上岛之后，首先会从岛上的绿色植物下手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毒蛇应该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由于大连蛇岛的面积并不大，岛上除了毒蛇之外，也很少出现其他种类的动物，所以对于野猪来说，这个小岛上根本没有能够压制它们的天敌。再加上野猪的繁衍能力极强，能够在短时间内生下很多幼崽，所以岛上的植物应该很快就会被吃光。没有植物可吃的野猪就只能从毒蛇下口了。从毒蛇的繁衍速度和野猪的进食速度来看，毒蛇的数量很快就会成断崖式下降，最终完全消失在这个小岛上。不过由于缺少食物，大连蛇岛上的资源也十分有限，因此大量的野猪也无法长久的在小岛上生存下去，因此野猪也并不算完全获得了胜利。在不久之后，它们的数量也会逐渐减少，最终消失在小岛上。不过这也仅仅只是我们的猜想，无论是野猪还是毒蛇，都属于我国的保护动物，所以我们也无法通过实验来找出答案，因此还是不要去打扰它们的生活比较好。大连蛇岛四面环海，那么这些毒蛇是如何上岛的呢？要知道，无论是什么品种的毒蛇，都是无法在水中生活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大连蛇岛上的毒蛇为何能够跨过海洋登上小岛？难道它们是什么特殊的品种吗？实际上，大连蛇岛上的毒蛇品种十分单一，是一种名为黑眉腹蛇的品种，而它们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拥有着有用的特殊技能，因此有人猜测这些毒蛇是有人专门投放上去的。那么这种猜想究竟是不是真的呢？其实在很早以前的时候，大连蛇岛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小岛，而是与大陆相连的陆地。由于地壳不断运动，所以导致这块陆地脱离了原来的地方，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岛。而那个时候，大连蛇岛上的物种还是比较丰富的，只不过它们无法跨过海洋返回原先的栖息地，只能在蛇岛上生存下去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大部分物种都没有适应这里的生活，只有黑眉腹蛇成功活了下来。因此随着黑眉腹蛇的数量越来越多，岛上只剩下了它们一个物种，人们才将其命名为大连蛇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蛇岛上的黑眉腹蛇数量非常多，但是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数量却并不算多，甚至面临着灭绝的风险。而造成它们面临如此危险处境的原因，和人类的行为脱不了干系。因此为了防止它们灭绝，很多地区都设立了专门的自然保护区，而黑眉腹蛇凭借着自身强大的生存能力，也逐渐脱离了濒危的处境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曲普文新征稿了。